你有多少家当？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，但在摄影师黄庆军的镜头里，他有了一个个具体的答案。20年间，他走过几十座城市，走进140多个家庭，从一线城市的独居青年，到黑龙江畔的林区农户，再到内蒙古草原的游牧人家，他说服屋主清空房间，将生活的细节悉数搬出室外，大到沙发、电视，小到一双筷子、一条充电线。这些物件整齐地罗列着，与共同生活多年的主人们完成了一次合影。这便是黄庆军的系列摄影作品《家当》。2007年1月，黑龙江东方红林场，66岁的郝艳华站在雪地里，摊开了他拥有的一切。他的家当显得稀疏且寻常，一台缝纫机、几床厚棉被、一些零碎的生活物件，以及那台占据视觉中心的电视机。他在这里已经生活了30多年，他的收入是每个月90多块的政府补贴。2014年，北京，37岁的杨柳在自家小区，名牌服饰和化妆品占据了不少面积，相机、电子琴和高尔夫球具勾勒了一个喜爱文艺的都市女性。因为担心空气质量，她刚买了一台白色的空气净化器。她的家当里还有成箱的瓶装水、进口食物以及遍布20多个国家的旅行印记。这一年，杨柳刚刚成立了自己的公司，她坐在椅子上和她心爱的猫咪。2011年，浙江绍兴，81岁的金奎吉和70岁的陈幼珍在自家老屋前，老夫妻俩共同生活了60多年，家当大多是竹木材质，竹椅、竹筐、木柜、木凳。他们最珍贵的一张雕花古床，因为不便搬动，没能出现在画面里。金奎吉坐在竹椅上。几年后，他去世了，老房子里还剩下女主人和那张搬不出来的床。2013年，河北鸡鸣驿，68岁的刘满福站在他守护的泰山庙前。他作为守庙人，已在这居住了10几年。摊在空地上的物品里，既有生活必需的煤气灶、电饭煲和2颗白菜，也有作为职业标配的灭火器与扫帚。没有多少家当，深厚的神殿就是他在这座古老一城里的归宿。2011年，北京宋庄，40岁的艺术家何问觉在自己的院子里。远处的凯迪拉克和满地的藏品透露了主人的物质实力。这间占地3000平米、造价900万元的工作室是他自己设计的。除了眼前的座驾，他还有另外6辆车，那是他最大的爱好。在拍摄时，黄庆军打开了他收藏的雪茄盒，那里面躺着10几支名贵雪茄。他心痛地说：“请快点拍，雪茄害怕高温和曝晒。”2007年3月，北京通州，杨猛和李静从拆迁的老宅里搬出的家当。为了这张照片，黄庆军联系了4个月。不过拍摄当天，夫妻俩的心情不错，因为他们得到了要求的拆迁赔偿。快门按下时，一列城铁从砖瓦堆砌的废墟前疾驰而过。2007年8月，内蒙古新巴尔虎左旗，58岁的巴图奥齐尔和46岁的妻子敖永齐木格站在自家的蒙古包前。他们的主要收入来自放牧，家里有200多头羊、5头牛，年收入5万多元。黄庆军站在吉普车上，按下了快门，远处是逐渐沙化的草原。2011年，广东汕头，48岁的王祥贵一家站在自家的渔船上。8年前，5个渔民家庭集资100万元造了2条大船，每次出海，5个家庭共10人，全部住在狭窄的船舱内。17岁的女儿王丽萍正在上高中，她最大的愿望是考上城里的大学。2007年，黑龙江大庆，40岁的司机柳丽君和妻子王敏红、儿子柳文超站在自家土坯房前。屋后几米远的地方，一台抽油机正在运行。抽油机是大庆的常见景观。12年后，黄庆军再次拜访这里，柳家的土坯房变成了砖房，照片里的旧家当也全部换了新的，只有抽油机依然还在。历经多年的拍摄，
家当的跨度从收藏着许多电影胶片的北京导演张元，到广西山村里将一口棺材摆进卧室的100岁老人，跨越的不仅是物理距离，还有时间的讨喜。2011年，他曾拍下北京胡同里的邻居安永庆，8年后，两人在福建的乡村再次相逢。安永庆10几年前的家当大多已不在了，只有一台照相机还带在身边。谈及自己的拍摄经历，黄庆军说，说服富裕人士展示财富远比想象中要困难，而让普通人配合则需要漫长的沟通。他最有效的话术是建议对方趁机进行一次全屋大清洁，这往往能起到不错的收效。这些照片里的家当是每个家庭积攒了多年的生活。随着近些年网购的兴起，很多家庭开始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快递包裹。不同的人又都会买些什么？2015年起，黄庆军将镜头转向了那些网购的家当。28岁的广西工程师黄建广基本只买骑行用品，这些装备支撑起了他穿越18个省5万多公里的旅程。43岁的海归刘春孝回国后定居中朝边境的吉安市，他网购的几乎都是小儿子的玩具和衣物。贾玉浩和吕雪峰两人辞去高薪，在拉萨经营旅馆，店里接近80%的东西都是网上淘来的，咖啡机、玩偶，包括此刻穿在身上的睡袋。25岁的江措林仁波切是西藏佛学院最年轻的教师，他在网上只买些酥油灯、蜡烛之类的佛教用品。他说，寺庙里日常用品的量很大，网上批量采购会比当地便宜很多。杭州的孙斌是一个家庭软装达人，从2008年第一次网购开始，6年来他花了55万。去年12月完工的新房，其中的软装部分全部由他在网上淘货完成。蒙古族牧民刘俊一家春秋季会回到草原上的蒙古包居住，以前采购物资需要往返城镇奔波上百公里。2012年起，他开始在网上购买鞋子、电饭锅等生活用品。麦和穆提是喀什老城里少数熟练网购的人，他平常买的基本都是耳机、Kindle 等电子产品。藏族姑娘普布央金在拉萨一家咖啡馆打工，她在网上买到一条很喜欢的破洞牛仔裤，却被保守的母亲说是烂裤子。北京的张亚博刚结婚1年，新房的灯具几乎全部来自网络。这个蓝色的梳妆台在收藏夹里躺了很久，最后由闺蜜作为新婚礼物送给了她，也因此成为珍贵的记忆。28岁的东北小伙王亚峰在漠河经营着青年旅社，通过账单，他才发现自己6年多来以网购花费了20多万。旅馆里那些书架、钟表什么的几乎全来自网购，对他来说，这也是在边境小镇生活的乐趣。1000个网络买家有1000个不同的故事，这其中既有花费100多万元购买航模，把爱好变成事业的北京小伙里面，也有丽江古城里迷上为女儿网购，在自己房前堆满童鞋的阿英明一家。黄庆军走进形形色色的家庭，这些网购的物件不仅是消费品，也是网络时代国人的生活方式。互联网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消费习惯，也催生了许多依赖网络作为生产工具的人。黄庆军敏锐地关注到了这个群体，便有了他接下来的系列主播的家当。宁夏固原的高志晓是曾登上《时代周刊》封面的美团骑手，疫情让他经营的饭店倒闭了，每晚10点以后送完外卖，他便在出租屋里做直播。他的家当里除了做饭的家伙，最多的是鞋，这是工作的耗材。在直播平台上，他拥有8万多名粉丝。他说，最重要的家当除了手机就是手机支架，那是直播时的重要工具。40岁的沧州人老三开了近20年卡车，行车里程达300万公里。2019年，他开始在网上直播，如今拥有70万粉丝，其中大多数是同行。他的直播间就是2.5平米的驾驶室，家当除了修车工具就是直播器材。
老三现在的梦想是添置一台无人机直播用，但他笑称这事还得媳妇儿点头才行。在黄庆军的镜头下，直播间的大小不再受物理面积的局限。55岁的潍坊风筝传承人杨宏卫用一把使了30年的旧刻刀，让千年非遗随网线升空。21岁的自贡姑娘张美丽在100平米的训练场里戴上拳击手套，通过直播分享女保镖的心得和课程。从滋滋作响的烤冷面摊，到年过60旬仍痴迷科普实验的北京化工大学教授戴伟，他们都在方寸屏幕后重构着各自的人生。对于黄庆军而言，故事开始于2003年。那天，他开着一辆破旧的吉普车在东北穿行，说服第一户农家把家里所有的锅碗瓢盆搬到院子里。家当系列一拍就是20年，漫长的时间里，数百张照片之间，让很多人看懂了中国人的一生。无论家当如何变迁，从泥土走向云端，我们始终在用这些物件对抗孤独，安放尊严。拍过这么多人，这么多家庭，家当系列的最后一张照片，黄庆军说：“我想留给我自己。”